死我！司马娇，娇娇，这么容易就开了？我的灵符怎么跟火焰山似的，时时刻刻这么难受，换我也得发疯。他将永生地活在灵火灼烧的痛苦之中，我不愿意他有这样的一生，不如就此结束凤山一族世代的悲剧。这便是娇儿降生世间的使命。你若是莽撞行事，说不定会死的。司马娇，这么简个神魂碎片，还有传染情绪的作用。司马娇，你这么治愈的吗？我平时带你吃喝玩乐都没有让你开心一点吗？不要，不要！这是神魂内核。如果这个要是碎了，人就会彻底灰飞烟灭。不，停下！快停下！不，不要！我要怎么才能按住他？司马娇，我是不是要死在你的灵符里了？我已经快忘了我是谁，却能清晰地感知到你所经历过的喜怒哀乐。我说过，只要我不让你死，你就死不了。
他醒来不会杀了我吧？我就说你可以吧。现在他的情况稳定很多了，你再努力几次就搞定了。再努力几次，一次我都死去活来了。我以为你这么闯进去，神魂多少要受损的。现在看来，你不但没受损，还得了好处呢。你闭嘴吧，你个熊孩子！他不是喜欢你吗？说不定你能进去呢。师祖，我来救你了，开个门呗。那不然你告诉我你的真实想法，我想听实话。因为我对你珍而重之，不想让你受丝毫伤害。说不定有那么一点点喜欢我呢。哎呀，不，太膨胀了。人生3大错觉之一就是对方肯定喜欢我，十有8九都是自作多情。清醒一点，清醒一点。对方可是活了起码500岁的老祖宗，怎么可能喜欢我呢？就算你喜欢他，他也不会在意你那点喜欢。你区区一个筑基期的小修，跟我谈喜欢，你真可笑，日日挂念着情爱，怪不得你们那里的人修为毫无精进。我不可能救了一半不救了吧？这半途而废的岂不是更浪费？哎呀，我好人做到底，送佛送到西。廖天恩的灵府竟如此宁静舒适。我之前好像都没有怎么认真看过你的容貌，所有的印象好像都停留在第一次见面那一天。当时我旁边那个人的尸体倒下了，血溅到我的裙子跟手上，我冷汗都吓出来了。再后来，我看到你对抗越来越多的人，又渐渐了解到你那些不堪回首的过往。我遭受过的痛苦，都要一一讨回来。师祖，我们这是冲破封印了。没错，对你的害怕反而没有那么深了。到现在我已经完全不怕了，哪怕想着你醒来会对我发飙，说实话，我一点都不紧张。这么柔的耳垂，
怎么没生成个有福之人？你醒了。目前这个问题很难跟你解释。熊孩子臭火苗，说什么起码要帮他融合修养3次，他才能苏醒。现在才2次，谁教你的数学啊？我似乎睡了一个好觉。那可能有我的功劳。你胸口的伤也快好了，这灵药可……太突然了。突然吗？我为这一刻已经准备了500年。以8大宫直系血脉，也有解开封印结界。这方法我一直都知道。但难题在于，如何凑齐8宫血脉为我解封？我出不去，只能让他们进来。我将灵火炼出分身，增进修为，为的就是点燃8大宫心中的恐惧。师祖，息怒啊！师祖息怒！他们恐我冲破封印结界，自会派人进山。弟子婉灵，仰慕师祖风采，愿侍奉师祖。一旦送进山的弟子丧命，他们便会因畏惧之心蠢蠢欲动。师祖怕是还记着昔日的恩怨。让我们先下手为强。你去把塔外的结界消了，老鼠会顺着缝隙溜进来。而这第一个新月夜，就是我最虚弱的时候。那些溜出去报信的弟子，会诱使山外公主趁虚而入。公主，新月夜是他500年难得一遇的虚弱之时，但只靠传言，还远远不够。端看新月之夜的当天，灵脉是否会变弱即可。师祖体内的封印法钉令他无法自戕，这点是做不得假的。你今日无需再干杂活，只需学会一种杀人的术法。还记得我是怎么教你的吗？往哪里刺最好？动手！你们干嘛非要吃我？我与灵火融为一体，一旦我的心脉受损，与灵火相连的灵脉便会受到影响。只有8大宫亲眼看到我身体虚弱的征兆，
他们才会不顾一切的进山。灵脉果然被减弱了，好机会！机会被你抢先。让你刺伤我，是使这个计划成功的最后一步。那您自己捅自己一刀不就行了吗？干嘛要我动手啊？庚辰仙府那些老东西，怕我在三圣山与这仙府的灵力同归于尽，在封印我的钉子上加了禁制，让我无法自强。所以这一剑要由你来刺。再者，不给你这个机会，怎能让我彻底辨别你当真无害我之心？拿自己的命当赌注，您可真是一个狠人。你是不是想骂我？没有啊。你是不是想骂我？是。骂来听听。杀人狂，大混蛋，你满意了吗？那你是否想杀我？不想。这所有的因果。你不是困了吗？去睡吧。又狗过了一天。你为我，为了伤口的愈合，沧海浑浊，与天一搏，成全着了我。你为我，为了晨曦的口舌。司马娇在这里被封了整整500年。现在终于出来了，为什么他看起来并不开心呢？这仙府定藏了不少秘密，再让那群人苟延残喘些时日。公主，这贱奴竟想要夺位！究竟是什么东西，竟能炼化公主的内丹？难道你是公主的直系血脉？不会是公主女儿吧？公主女儿？不然，我如何炼化她的内丹？拜见公主！拜见公主！拜见公主！从今日起，阴之宫由我叶入灵掌管。若有不服，尽管来战。弟子不敢。拜见公主！司马娇，你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。他真是个奇怪的人，睡觉而已，也值得这人如此痴迷。
白鹿崖内已准备妥当。师祖，当年那场大火之后，弟子就将这白鹿崖重新修葺了一番。虽然往日的风采已不在，但是一切的事物依然如旧。师祖尽管和这位弟子安心住下。过来。 弟子知道师祖不喜被人打扰，弟子特意选了一些傀儡人，他们既无意识，也无灵魂，方便师祖差遣。师祖。 师祖闭关之时，师某没有办法侍奉左右。今日师祖已经出山，师家就应该尽司马家祖辈赋予的义务，不然师家再更成仙府，也不知道该如何自处了。请师祖成全。 师长们，师长们一心维护司马氏，却还能在与八大宫的斡旋之中全身而退，费心了。我会为师祖守好更城仙府，等着师祖归来。 风景好是好，只是白鹿崖里只有我一人面对这弑杀的诅咒。不知道我这条小命还能留多久。你没休息好吗？啊，不是。那为何今天不如往常一般模样了？我往常啥样啊？问题不少，废话很多，还尽是些我听不懂的胡言乱语。 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那些人一定要死吗？你想替那些人伸冤吗？我只想知道原因。师祖居然没生气，脾气和猫一样难以预判。喜欢这里吗？喜欢。我讨厌这里，但这里毕竟是我的家。哎，这花在三圣山见过啊。田燕，你醒啦？若灵，我赶到的时候，你已经倒在地上了，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何事。不过我闻到四处都是血腥味儿，兴许是哪个弟子惹怒了师祖，被他杀了。司马昭这个人虽然有些时候神经兮兮的，但我接触下来，发现他不是一个嗜杀的人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
我晕倒前，云溪月那群人在找我麻烦，我还受伤了。可是我刚刚检查过了，你身体上没有受伤的痕迹。难道是司马娇救了我？师祖竟会救人？莫非？莫非是师祖对你真的有别的心思？哎呀，不可能，肯定是因为我是他的移动空调。啊，就是我能给他降温，减轻灵火对他的灼烧感。灵火并非凡品，庭燕的身体竟然能给司马娇降温，难道她是来自魔域的极寒之体？原来如此。哦，对了，今天多亏了那条小黑蛇给我通风报信，我才及时赶到。哎，说到蛇兄，他人其实挺好的。上次也是误会，入灵，你能不能把蛇心还给他呀？还好庭燕平安无事，还是得谢谢那条黑蛇。蛇兄，别来无恙。不对，说无恙似乎不太妥当。之前是我太鲁莽，我以为蛇兄吞了我的好友庭燕，这才误会了你。今日我向你赔罪。我听说蛇兄喜欢喝这个，我便带来了。你可是要这个？如莲，谢谢你，给了我一次做人的机会。明晚便是新月夜了，这次机会，我定不能错过。师祖，是我化成人形了。是叶入灵，他将我的心还回来之后，也不知道做了什么，我便可以化作人形了。
你喝了我这么多血，早就能化为人形。没错，是这样才对。当初师祖用自己的血肉喂养弟子，弟子才可以捡回一条性命。师祖，我的命是你给的，弟子必将誓死跟随。你既然已经化作成人，便应该学着好好做人。庭燕也是这么说的，她让我不要舔她的手指，还跟我说要像人那样学会自尊自爱。可是师祖，弟子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做人。你先去见的他。多亏了庭燕，入林才会把心还给我。我是专门去谢谢庭燕的。师祖，庭燕真是一个好朋友。朋友？他倒是会笼络人心啊。新月夜，你去山门处守着。弟子明白。师姑，你每天都守在这儿吗？你为什么这么想见师祖啊？师祖以一人之力供养灵火，使得庚辰仙府上下得享无尽灵力。得到师祖的垂青是我自小的夙愿，更是我们天之宫的荣耀。可他阴晴不定的，你不怕他杀了你吗？纵使师祖杀了我，我亦无怨无悔。这些修真人士都这么视死如归的吗？我可做不到。活着多好啊，干嘛非要为了别人去死？如果有机会能够活着，怎么样我都会去努力的。老板，大清早的，你别吓人啊！你的胆子怎么会这么小？所以您最好不要给我安排太多活干，要不然我受了工伤还要您负责，多麻烦呀！想让我对你负责任，你的野心倒不小。师祖，您是会划重点的。这是什么妖法？你就是用这妖术收买的那条蠢蛇吧？冤枉啊！我是不会术法的，您知道啊。说吧，这是什么术法？这是点赞手势。什么是点赞？就是给老板您拍马屁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要带我去哪儿吗？还是师祖他又怎么了？刚刚就是他把我丢在这儿，也没跟我说个上下班时间啥的。啊，你要直接带我去找师祖吗？若不把他封印，定会屠灭整个邪府。灵火已与他融为一体，只要留他一命，给我们提供灵气即可。不如在此封印之上再加一道禁制，此禁制连着他全身经脉，可压制住他，令他无法自戕。即使他再痛苦，也不能求死。